Billy Pilgrim 难以入睡，因为他知道1个小时后外星人会来把他绑走。他知道外星人会来，因为他已经脱离了时间。这让他经历的事情都不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。在库尔特·冯内古特的5号屠宰场中，比利穿梭于自己不同的经历中。他儿时一次去大峡谷的旅行，他作为一个中年配镜师的生活，他在一个外星动物园的囚禁遭遇，以及他作为战俘时所遭受的羞辱等等。5号屠宰场的标题和大量素材都来源于冯内古特在2战中的亲身经历。作为一个战俘，他被关押在德累斯顿的一个废弃屠宰场中。当盟军轰炸德累斯顿时，他躲在一个地下肉窖中避难。当他和其他战俘从地窖中出来时，他们发现德累斯顿已被夷为平地。战后，冯内古特试图通过研究人类学的一个独特方面来理解人类的行为。故事的形状，他认为故事的形状和罐子或者矛头的形状一样有趣。为了探索故事的形状，他用图表的形式来表示故事主人公从头到尾的经历。这些独特的曲线揭示了许多文化中常见的童话和神话类型。但以下这种形状是所有曲线中最有趣的。在这种类型的故事中，你很难分辨主人公的遭遇是好是坏。冯内古特认为，这样的故事最能真实反映现实生活，即我们都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受害者，无法预知这些事情对我们会有何长久影响。他发现许多故事中平滑理想的弧线与现实不符，于是他决定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好运与厄运之间的模糊性。冯内古特不仅抛弃了非黑即白的祸福观念，还放弃了按时间进行线性叙事，不同于由开始到结尾的正常故事推进顺序。在他的故事中，所有的时刻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始终共存并延续。特拉法马多尔人是出现在他许多书中的外星人，他们可以一次看到所有的时间节点，他们可以看到所有星星所处的位置和接下来的移动轨迹，所以对他们来说，天空像是覆满了飘渺闪烁的意大利面。尽管可以看透时间，他们却不会试图改变任何事态发展。虽然特拉法马多尔人安于不干涉外界的状态，但冯内古特的人类角色还在为之苦恼。在泰坦星的海妖中，主人公们在浩瀚的宇宙中探索生命的奥义，到头来他们只发现了空洞的宏大、庸俗的滑稽以及无意义的死亡。以他们所处的一个时间、弹性、漏斗的视角，一个男人和他的狗看到了他们地球同伴的毁灭性未来，但却不能改变事态发展。虽然很难概括他们的体会，但他们最终总结的人生意义就在于去爱身边可以爱的人。在《猫的摇篮》中，冯内古特笔下的角色有着另一种人生哲学——布克农教。这个宗教的信徒都公认，这个宗教中的一切都是善意的谎言。即使信徒们知道布克农教的一切都是谎言，他们还是依照教义信条生活，并以此来获得一些真正的希望。他们聚集在一起，组成了许多叫卡拉斯的群体。群体中的成员都是偶然相识，但选择一直在一起。大家因为一个共同的目的，机缘巧合中产生了联系。我们不能将这种群体与格朗法伦群体混为一谈。格朗法伦群体的人是给本身无意义的联系强加以重要意义，比如长大的地方、政治派别，甚至国籍之类的联系。虽然冯内古特对于人类的处境持悲观态度，但他坚信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帮助彼此度过难关，无论难关是什么。我们可能会感到筋疲力尽、意志消沉，但冯内古特也在他悲观的评论中点缀了很多乐观和希望。他在小说中的分身 Hugo Trout 曾讲述了这样一个寓言：两个教母坐在一起，他们一边探讨人生的意义，一边吸收糖分，最后在自己的排泄物中窒息而死。由于智慧有限，他们从不曾想到自己其实是在生产香槟酒。尽管冯内古特坚持认为我们都是在无所事事，尽管他为人类的生存忧愁思虑，但他也提出了微小但存在的可能性，那就是我们终将创造一些美好。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？
如果您热爱学习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每周新鲜视频涵盖方方面面。你可以从猫的视角纵观世界史，也可以了解如何更好倾听，还有更多内容。敬请继续关注永葆探索热情。